高考后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，班上的贫困生当众跪下求我家穷，求你资助我上学，我知道你家有钱。他又小声向我许诺，只要你能资助我，做什么都行，给你睡都行。我忙拒绝，但出于怜悯，答应此后4年资助他学费和生活费。可开学之后没多久，他就要买5位数的包，4位数的口红，1个月能跟我要8次钱，甚至偷偷交了个小男友，都想靠着我养。我不想当冤大头，向他委婉提出不要过得太奢侈，1个月我只能给3000。他却怒了，骂我不守信用。你家随便买辆车都800万，我才花这么点就舍不得了，你一个男人怎么能这么小气？见我坚持不给钱，他竟在学校表白墙发文控诉污蔑我，说高中时被我睡了3年，还为我堕胎3次，结果现在我劈腿，不想负责了。不是你女人，你为什么要给钱？一句话，我成了负心汉，在学校人人喊打，走在路上都会被同学丢狗屎。他尝到甜头，竟开始去某英某博控诉。家里公司正处在上市节点，我不想让爸妈忧心，妥协答应给他买包。他得意洋洋，晚了，1个月你得给我10万。我被他勒索3年，养得他胃口越来越大。毕业前夕，家里公司成功上市，我拒绝再当大冤种。他恼羞成怒，竟联合小男友绑架了我，勒索巨额赎金。得到赎金后，他怕暴露，又和男友勒死了我，将我分尸，扔进废弃焚化炉。看到我尸体那天，爸妈伤心欲绝，不到3年便都撒手人寰。而班花却靠着这赎金和男友跑到国外潇洒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回到去拿录取通知书那天。这次看着冷眼给我下跪的班花，我冷冷拒绝，没钱。没钱你不会去申请助学贷款，勤工俭学吗？学校操场，学生们都在撕书撕笔记，告别这熬人的3年。纸片碎屑满天飞。这时候，班花柳如烟和校园大喇叭张小倩走了过来。柳如烟纠结地摆弄着手指，到我面前后，她一下就跪那了。我家穷，求你资助我上学，我知道你家有钱。这场面一出，不少同学的目光都注视了过来，议论纷纷。人美自带舆论优势，柳如烟不仅是班花，学习成绩还很好，加上家境贫寒这个属性，这时候跪在我一个公子哥的面前，道德的大旗瞬间就压了过来。她特意选择人多的地方，还带了一个很能传话的女闺蜜。柳如烟的心机比海还深，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，因为上一世我被这个女人折磨了3年，最后更是被分尸丢进焚化炉，要多惨有多惨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太过心软。开头答应资助她上大学，也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答应的，结果到了大学后，柳如烟花钱的速度几乎都超过了同龄的富二代，开学就要买几位数的包包和化妆品，这与她开始跟我求资助的姿态完全不同，反差到让人窒息。我委婉表达意思，只答应给她基础生活费，没想到这个女人用道德绑架我，说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答应的事情食言了，还说我家随便一辆车都价值几百万，我自己更是一顿饭上千元，凭什么只给她基础生活费？她的吃相让我极度厌恶，当即停止资助。未成想，这女人借助校园的表白墙，污蔑说我在高中睡了她3年，还为我打了3次胎。现在我另有新欢，就狠心把她抛弃了。我想解释，结果有人说不是你女人，为什么要给钱资助？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那时还正值家里公司上市，我怕爸妈担心，不得不妥协。结果她狮子大开口，张口就要每月10万零花钱。她用我的钱养小奶狗，用我的钱吃喝玩乐，活得好不快活。我则被她折磨了整整3年。毕业前夕，家里公司成功上市后，我马上停止资助，一毛不拔。柳如烟竟狗急跳墙，联合男友绑架了我，张口就跟我家要3000万赎金，最后更是怕事情败露，将我杀死分尸，丢进废弃焚化炉。看到我残缺不全尸体的那一天，我妈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进了 ICU。 我爸也郁郁寡欢，妈妈最终没撑住，死在了医院。丧妻丧子，爸爸一夜白头，整日酗酒，不敢面对现实，很快也撒手人寰。我们一家家破人亡，一切只是因为那个柳如烟，还有一开始我那该死的烂好心。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帮这种白眼狼，上天有眼，让我再重活一次。这次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看着眼前柔柔弱弱下跪的女孩，我只冷笑一声，侧开身体。没钱？没钱你不会去申请助学贷款，勤工俭学吗？柳如烟愣住了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旁边的张小倩亦是如此，他们都知道我花钱如流水，随便吃个早餐都要上千块，而且平时对朋友也大方。谁家有困难，我向来是乐于助人的。这样说吧，上个月我给一个断腿的乞丐拿钱，顺手就扔了一捆。这件事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，顿时冒出来不少匿名找我资助的人。VE我200，没钱吃饭了王总，求你。我父母双亡，一贫如洗，爷爷卖糖葫芦把我养大的，
现在爷爷想换辆电动3轮车，可以赞助我3万吗？我是小学生，同学嘲笑我王者没有皮肤，给我100，劝你不要不知好歹。我有钱但没有病，将这些人通通拉黑。柳如烟这个乞讨的操作倒是很新颖，让我上了一次当。王小艺同学，我知道你每天吃饭都要花费大几千，只需要拿出来一小部分给我就行。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完成学业。我爷爷，柳如烟，我吃饭花多少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拿出来一小部分资助你？另外，你爷爷卖糖葫芦的。柳如烟跪在地上正要卖惨，我开口打断。他顿了顿，好像被我猜中了。丫的，合着那个给我发匿名信的人是他。我爷爷卖切糕的。在哪里卖？我家公司员工几千号人，我可以号召他们去买，这样钱到手，你还不会有什么愧疚。可是我爷爷都80多岁了，每天做不出来多少。哦，那我就帮不上你了，你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申请助学贷款可以考虑下。我转身要走，毕竟在这么多人的面前，柳如烟就这样给我跪着，容易被别人说我欺负她，欺负贫苦的人。张小倩拦住了我的去路。小艺，如烟多可怜啊，父母双亡，爷爷一个人拉扯大的，你就可怜可怜他，资助他上学怎么了？张小倩说完，我都快听笑了。父母双亡，户口本死亡证明拿出来看看。我怎么记得入学的时候他们都来过呢？为了得到同情，塑造这样的人设，诅咒自己的父母，真的好吗？我看向柳如烟，柳如烟眼神躲闪。小艺同学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怎么会诅咒自己的父母？送我来的是我的叔叔婶婶。哦，那还挺照顾你的，你跟他们要钱，上完大学后好好孝敬他们不就得了？我叔叔婶婶身患绝症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卑微。同学，卑微不卑微是自己选的，别人都能勤工俭学，你为啥不行？就想着不劳而获。张小倩见我句句诛心，连忙过来插嘴。王小艺，人家不是不愿意勤工俭学，勤工俭学多累啊，而且赚的又不多，你把你的钱拿出来1半给他，事情不就都解决了？真是奇葩他妈给奇葩开门，奇葩到家了，这都什么思想素质？张小倩，你们关系这么好，你来资助得了。我有钱是错，他没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王小艺，你家那么有钱，拿出来点做好事不行吗？你给乞丐都能给1万，乞丐断腿了，你把腿切了，我也给你1万，半个月1万，你干嘛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张小倩怒目相视。我笑道，张小倩，你是不是有病没吃药？跟人要钱求资助，就这个态度？这是在学校，要是到社会上，容易挨揍的。张小倩，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？我算是看透你了。呸！行了，小倩，别说了。柳如烟打断了她，站起身贴在我的耳边，求你资助我吧，我可以给你睡，做什么都行，包养呗。她的声音很小，我的声音很大。附近吃瓜已经吃到撑的同学们，眼睛瞬间亮了一大片。我擦了，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！班花随随便便抱上床，木了。听他们说了半天，直接把王总当冤大头糊弄。不过现在的做法倒是很有诚意，等价交换呀，真爽死个人！早就该直接说陪睡，转弯抹角那么半天，凭一张嘴就想拿钱。人家是贫嘴啊，只不过是2张，哈哈，真羡慕呀！同学们议论纷纷，不少同学摸着下巴打量柳如烟。柳如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脸瞬间就红了一大片。这种不要脸的人，居然还知道丢人！我摇了摇头，大步离开。下午的时候，我的死党神秘兮兮的找到了我。小艺，柳如烟要对你下手了。什么下手？我看他找那个张小倩聊了很久，一定是针对你的。我陷入短暂沉思。柳如烟想搞什么鬼？大概4点多钟，我们快要离校的时候，柳如烟和张小倩来了。我想躲，因为晦气，但他们直接走了上来。小艺同学，我为我上午说的话道歉，你不要生气好吗？柳如烟轻声细语，站在了我的旁边，随即2行清泪流了下来。我家条件确实很苦，我又特别想上学，所以才提出了那么荒唐的请求。我以为你很有钱，会答应资助我的。又来了，还没等我开队，张小倩就撇着嘴说，你个大男人也是，说话都不讲究分寸，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让如烟下不来台。幸亏高中结束，大家各走一方，否则你让如烟怎么继续留下来上学？我觉得你应该给如烟道歉。我没吃药吧你？我给她道歉？不然呢？你一个男人，这点度量没有吗？如烟是女孩子，而且人家都小声告诉你可以深相许了，你觉得你做的对吗？哼，张小倩，你怕不是有什么大病？她一点征兆都没有，直接跪我跟前，把我架在火上烤，考虑过我吗？另外，我再说一次，你们2个以后离我远点，也别想以身相许了，不自重的人，本少爷看不上，白给都不要。不过以你这种性格和觉悟，倒是可以利用这点赚钱，有不少富豪喜欢嫩的，如果是宠儿就更好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
柳如烟变脸了，一巴掌打了过来。我眼疾手快，提前一步扇在了他的脸上。这一巴掌响，柳如烟捂着被打的脸，直愣愣地看着我。我整理了一下衣服，郑重其事道：“柳如烟，可能有人会惯着你，但是在我这儿，做梦都不信你再敢动手一下我看看。”柳如烟眼眶含着泪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：“王小艺同学，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原谅我，如果打我能让你开心的话，我可以让你打。”说什么呢，如烟？张小倩过来拉他。柳如烟哭泣得更大声了：“是我的错，我穷，我没能力，我没钱上学，我鲁莽惹恼了王小艺。你别管我，我的事情让我自己解决。”两人的戏码演得很足，我就这样看着，良久，说道：“素材拍好了吗？”两人闻言略显吃惊。我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我这边还不够恃强凌弱，没拍出来你们想要的效果，我还能再来一次。”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张小倩急了，我笑着一把把她拉了过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台微型摄像机。你们就这点把戏？眼看着事情暴露，张小倩翻脸了：“管你那么多干嘛？打人就要拿钱如烟，报警。”柳如烟沉默不语，眼泪倒是停了。这家伙演戏真的有一套。张小倩也不知道被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比上辈子还要激进。接着我转念一想，好像想到了点什么。上辈子柳如烟和张小倩就联系密切，张小倩的家庭条件也就一般，上大学的时候花钱倒是挺大手大脚的。这两人估计有什么利益往来。无妨，那一起弄就好了。他们两个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。张小倩嚷嚷着要报警，我把手机递了过去：“报吧，来就来。”张小倩夺过去就要拨，结果发现手机屏幕上正在录音。王小叶，你可真行啊，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。不敢当，跟你们两个老淫婢比起来，我还不算什么。其实我没录音，只是临时放到那个页面吓吓他们。哼，录音，我摔了他。张小倩居然想毁掉证据，结果把柳如烟吓了一跳。小倩，别冲动，这款手机贵得很，要几万块呢。你看，还是有懂行的人。一个嘴巴充其量1万，你这手机1碎，你俩还得赔了。张小倩那张脸啊，别提多黑了。我把手机拽了回来，嫌弃的擦了擦，有这些用不着的心思，不如到社会上找找大哥，大哥按次数给钱，也有包月的。你俩一起去，兴许能卖多点。别缠着我了，否则后果你们想象不到。我走了，潇洒的离开。这两个心机婊站在原地看着我走远，转身便窃窃私语。我知道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，命里该有的一件不差地都会来，所以我觉得是时候找个保镖了。说干就干，到了家我马上着手这件事。我爸听说我要找保镖，还纳闷呢：“儿子，你想干嘛？”没啥，觉得咱家公司要是上市后，我肯定就出名了，万一有人绑架我怎么办？噗！我爸妈听完后都笑了，社会哪有那么多罪犯？有，而且岁数还不大呢，刚刚成年的那种。行了，你自己看着安排，回头告诉财务一声。我花钱，家里从没多问过。上辈子即便是每个月多了那么多开支，我爸妈都不在意，直至我出事后，他们才知道事情经过。所以这辈子必须搞圆满，不能再让他们操心了。晚上正准备睡觉的时候，死党的电话打了进来：“小易，出事了，你被挂到咱们学校的论坛了。柳如烟和张小倩也就会整这些见不得人的事，先看看怎么回事。”我挂掉电话，打开论坛，一个标题为“富二代王小艺玩弄班花感情，即将升学拒不资助，白睡了3年”的帖子被置顶了。很醒目，兜兜转转，这盆脏水还是泼来了。我一边刷电脑，一边把电话打给了论坛管理员，就是我们学校里一个杂物老师。小易同学，怎么了？你打开电脑看看论坛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紧接着卧槽一声：“哪个王八蛋偷我的账号密码？等着，我这就删了，不用删。”我给他强调，删了不就成了做贼心虚？他们巴不得我利用关系删掉帖子，再推波助澜呢。你只管调查一下是谁偷了你的账号，顺便查查规章制度，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责任人。论坛是我们学校的网络重点组成，影响小可能通报批评，如果影响大了会记入档案的。哦，那就太好办了，我来查。电话挂了后，我开始津津有味地查阅帖子。搬弄是非扭曲事实有一套，说明他们真的动脑筋下功夫了。帖子里说柳如烟是被分手的，她从一进高中就被我睡了，突然知道我是富二代后也想过分手，因为压力大，奈何我王小艺苦苦缠着，强睡了她3年。但是日久生情，柳如烟发现自己已经爱到无法自拔，但我3年之恋拔掉无情，眼瞅着要去大学会认识更多的妹子，所以跟柳如烟提出了分手。柳如烟悲痛欲绝，但是尊重我的选择。可现实情况是，柳如烟家里实在贫穷，家里的爷爷靠卖切糕养活着她，
大学费用到现在还没有着落。柳如烟想找我借钱，却被告知不能说是借，必须说是资助，资助才能在社会上引发关注，对我家公司上市有帮助。所以柳如烟才卑躬屈膝，在操场上当着众多人的面给我下跪求资助。可结果是被我给耍了。我当众拒绝不说，在柳如烟想小声跟我确认怎么说才满意的时候，我反口就污蔑她是个想卖身的女人。后面柳如烟找个人少的地方，想把这件事说清楚，还要给我道歉。结果我非但没同意，还动手把柳如烟打伤。帖子还附了图片，放大照片，柳如烟的脸红肿着，眼角还挂着委屈的泪。这小作文写的真是绝了，让我这个当事者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欺负她了。所以说吧，这种人很难缠的。短短1小时左右，下面的跟帖滚动了起来。柳如烟跟我都自带热点，尤其操场那件事出现后，估计不少老瓜有一直等着呢。卧槽，合着是这个事？王小艺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，高一就睡，这特么的得多爽啊！楼上的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变态柳如烟同学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不说点正能量也就算了，还口出污秽之词，王小艺，让他出来解释解释，有钱了不起吗？就这么欺负农村人，太气愤了！没钱的是不是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？论坛上大多数人都在口诛笔伐，也有少部分替我说话的，但奈何小作文写得太好了，反驳的词在如此之多的正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澄清什么？直接报警比这个香。我报警了，说他们诽谤侮辱。小易，怎么回事？电话都打我这里来了，说你睡一个高中姑娘，睡了3年，还给人家甩了。第二天，我妈板着脸过来找我，我解释不是那么回事，谁知我妈来了一句，如果是真的，不许辜负了人家，带回来给我们看看。如果是真事的话，我就带回家了。我爸妈都是很信任我的人，因为除了花钱大手大脚点，我从小到大都很听话，从不会惹是生非。我爸跟我说，儿子，公司最近要着手上市，这种负面消息，哪怕是谣言也不能有。如果不是真的，那姑娘想干嘛？要钱？我点了点头，差不多吧。那就给她一点，别让她闹了。爸，不行，那是个喂不饱的狼，给她一次，让她尝到荤腥，这辈子都摆脱不了。有这么严重？爸，上市还要多久？你要在1个月内把这些事搞定，或者我找个人帮你。不用了爸，我自己能行，1个月足够了。当天下午，警察叫我去做笔录，问我要不要把当事人叫过来和解。又不是我的问题，为什么和解？我当即拒绝。我把事情说清楚，写了几个目击证人的名字和电话后就走了。出去的时候刚好碰到柳如烟和张小倩，我笑笑没说话，就等着看他们怎么下台。王小艺，你这么淡定的？张小倩开口说话，我耸了耸肩，大风大浪见得多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柳如烟抿嘴，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，小艺，你就希望这件事一直这样下去吗？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3年的感情就如此破败不堪。柳如烟，你是戏精吧？我没录音，你用不着演戏。柳如烟无奈地摇头，小艺，我事事都听你的，包括怎么说怎么做，我都是按你的意思来的。你想甩了我也就算了，可为什么非要侮辱我，毁了我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？我牛逼，这女人有那个味了，够恐怖，够心机。我给柳如烟竖了个大拇指，柳如烟，继续演，保持下去，我看好你。跟他们折腾不起，我要走了。结果柳如烟跪下来抱住了我的大腿，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小易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，你喜欢怎么侮辱我就怎么侮辱我，只要你别走。我深吸了口气，瞪大眼睛看着楚楚可怜的柳如烟。这时候如果把腿抽出来强行离开，那得了，恃强凌弱的大帽子又要扣上一顶。张小倩那货肯定又录像了，但如果不走，我就这样被他缠着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出来下！我直接喊警察，警察把我们都带了进去。柳如烟全程哭泣，张小倩愤恨地指控我。我看见警局里有个警察妹子，那眼神仿佛要刀了我似的。说完后，我举手，警察同志，我提议先散了吧。他们说的我一点都不认，但是我现在证据不足。警察同志点了点头。柳如烟他们先走的。好家伙，出门的时候柳如烟还要被架着才能走出去，哭到近似晕厥。我笑看这一切演得越深，越无法收场。正准备走，那个女警察喊住了我，喂，站住！我愣了愣，回头，怎么了，警察同志？别装无辜，我告诉你，做人不能这样。我哪样？你就这样将人家抛弃了？懵懂的年纪，纯洁的爱情，如果你们能走到最后，一定会幸福一生的。抱歉，警察同志，我要走了。你不能走，
这件事说不清就不行。警察同志，我有什么义务现在就跟你把这事说清？而且你能不能听风就是雨？韩剧看多了吧？我切了一声，扭头就走。这警察看着也就20多岁，说话不过脑子呢。回了家，我开始催促那个杂物老师，问他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。我也急啊，看那个帖子里的内容，我差点都信了。我的时间不多，10天内必须搞定，搞定了我请你吃大餐。等下，那头开始敲击键盘，接着用不上10天，找到了。他查了2天的监控，把所有监控都查了一遍，终于将4个探头的画面整合，找到了那个偷取账号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张小倩。他鬼鬼祟祟的晚上出没，从宿舍大楼再到办公楼，兜了一个大圈子，消失在了监控死角。殊不知旁边的女宿有个女同学，为了监控自己的内衣，偷偷装了一个摄像头，刚好把她钻进杂物老师办公室的画面拍了下来。呵呵，你看，事情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监控在手，我已经想到好办法弄他们了。次日，我电联张小倩，约她出来见面。张小倩趾高气扬，鼻孔朝天，想清楚了，要对如烟负责不？她答应分你多少钱？不如我给你加1倍。张小倩挪了挪屁股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我笑了笑，把手机递了过去，口袋也全部翻了出来。放心吧，坦诚相待，我没录音。张小倩抿了抿嘴，把头低了下去。如烟是我好闺蜜，我不可能看她被你欺负。这是张50万的支票，我把支票推了出去。50万什么概念？在现在这座城市，能买一套房。终于，张小倩心动了。其实我觉得如烟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就劝过她不要把事情闹大，不要发到论坛上去。我再加50万，一共100万。张小倩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想让我怎么做？”呵呵，很简单，澄清事实，实话实说。好，她迅速收起了支票，走的时候都快飘起来了。我笑着喝掉了手中的咖啡。收网时刻，金钱的力量，你无法想象。仅仅半天，张小倩就全招了，自己招供的。在论坛上，她说自己不知道事情原委，被柳如烟误导了。柳如烟根本就是污蔑我的，就是为了威胁我拿钱。事情突然迎来反转，那个帖子的热度还没结束呢，这波就来了。杂物老师直接把2个帖子关联，结果出奇的牛逼，有人跟张小倩在论坛里互骂，骂急眼了。张小倩就说：“我知道你是柳如烟，敢做为什么不敢承认？我看错你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闺蜜，柳如烟更厉害。网上对不过，居然约了线下，是我死党偷拍给我的。”2人说的什么听不到，但是能看到柳如烟张牙舞爪，张小倩却异常淡定，而且有了100万，气质蹭一下就上去了。视频看得我那叫一个舒服。不过这些才只是开始，闹翻脸，彻底粉碎了柳如烟的阴谋后，我开始派人跟踪她。既然命里有，那绑架的事情就一定会出现。果不其然，经过2天的跟踪，那个小奶狗出现了。2人看样子很熟，我这才想到，柳如烟能编出被睡3年的谣言，不会是这人睡的她吧？贱种！幸亏上辈子和这辈子没被他的美色欺骗。叮铃铃，正想着怎么套他们的时候，我的电话响了。接通后发现是那个女警。你那件事为什么没有消息了？警察同志，你上我们学校的论坛看看，已经炸了。什么论坛？我没解释，挂了电话，然后让新招来的保镖乔装打扮成路人，跟着我出门，并一再跟他说明，必须等我被绑进去后才能动手。保镖说这样做风险太大了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怎么办？我怎么会想不到这件事？但是没关系，我做了2手准备：一，我自己带着割绳子工具呢；二，他们要的是钱，在没拿到钱之前不会动我。一切安排妥当，我大摇大摆的去了商场，然后负责跟踪的那个保镖把他们2个的行踪发给了我，怎么尾随我的拍得一清二楚。逛完商场，在我出门走到一个小胡同后，2人从旁边窜了出来，麻袋套头，匕首顶腰，别动，敢动捅死你！我积极配合着他们完成了绑架，依旧是上辈子的破仓库。麻袋摘下来后，柳如烟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她表情狰狞，嘴角扬得都快上天了。王小艺，跟你要钱你不给，非要吃这个苦头。柳如烟，你胆子真大，年纪轻轻玩起了绑架，有期徒刑多少年，你知道吗？哈哈，拿到赎金我们就出境，现在立刻马上给你家人打电话，我要3000万赎金。小奶狗猖狂地撸起了袖子，拿出电话就打。但是我通讯录里只有1个手机号，备注的老妈，其实号码是那个女警的。喂，是王小艺他妈吗？王小艺被我们绑架了，给我们拿3000万赎金。我放他一条生路，否则我就撕票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接着说道：我给你，不要伤害他。警察在这方面的能力我还是很信任的，并且趁这个功夫，
我的绳子已经被我从背后偷偷剪了。哐！仓库大门突然被一脚踹开，我的保镖冲了进来，两人都被吓了一跳。小奶狗瞬间后退，想劫持我。我抄起地上的砖头，一股脑呼在了他的脑袋上。小奶狗不堪一击，瞬间倒地。柳如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不知所措。王小艺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绑架你？我拿着砖头不断靠近，笑容不止。柳如烟慌了，你想干嘛？我犯的错由警察处理，你不能伤害我，不能伤害。你们是绑匪，我是人质。听没听过正当防卫？我猛地举起砖头，360大摆幅砸在了柳如烟的脸上。柳如烟牙掉了2颗，脸上也留下深深的伤口。她晕了，我就让保镖走了，接着打给了那个女警。你们不要伤害人质，我正在筹钱。人质？你要是早这样说，我早就见上帝了。这警察素质也不咋地，高估了。王小艺，你没事了？城东破仓库，请警察同志带着警察过来吧。警察赶到，看着地上晕倒的2人，眼里满是疑问。女警问我，这是你打的？对，我练过。他们这种还到不了我跟前。人被带去医院治疗了。女警抿着嘴，不好意思跟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没关系，但是警察同志业务水平还得继续提高的。人家以为你是家长，你反口就喊人质，要命啊！女警尴尬的点了点头。柳如烟和小奶狗送到医院后被看管了起来。柳如烟毁容了，小奶狗中度脑震荡。我正当防卫，一点事都没有。等他们脱离险情，马上面临着的就是牢狱之灾，这辈子算是废了。不过这还没完呢。等休息了1天后，我再次到了警局，报警说自己受到了敲诈勒索，还是那个女警接待的我。这次态度简直不要太好。谁敲诈你？是柳如烟吗？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把罪名叠加起诉的。不是柳如烟，是张小倩。张小倩？上次配合柳如烟演出的那个女人，她敲诈了我100万。张小倩正在外地度假，突然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警察同志也很聪明，没说敲诈的事，只说让她配合做一下柳如烟的笔录，然后直等了她1周，她才回来。回来的时候光鲜亮丽，一身的名牌。哦，对了，还戴着一副墨镜，妥妥暴发户的模样。看我也在后，他把眼镜拿了下来，给我使了一个眼色，好像在说我配合你似的。我笑得合不拢嘴，这钱你花着他是吗？张小倩愣了一下，什么？这位王小艺同学报警说你敲诈勒索，配合我们做一下调查。张小倩一听差点没蹦起来，我没敲诈勒索，是他主动给我的。有人会傻到把100万拱手送人？要是有这种人，柳如烟和你还策划陷害我干嘛？王小艺，你别血口喷人，你耍我！张小倩在警局暴走，不过很快她就被控制住了，拉去了审讯室。我把之前所有的证据，包括论坛内容那时候的录音等，全部都交了上去。支票就更不用说了，一查就能查出来。这家伙出去一趟花了好几万。开始张小倩死不承认，死咬着是我主动给她的，但是她不知道，我现在掌握着她偷账号、故意污蔑我的证据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柳如烟已经被捉拿归案。为了减轻处罚，柳如烟醒了以后，直接把张小倩祭天，说什么一开始就是张小倩怂恿的，否则自己不会走这条路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两人互撕，罪名谁都跑不掉。大概开学的前几天，两人被正式批捕。在我上大学半年后，女警把电话打了进来，告诉我他们2个的判决书下来了。柳如烟和她的小奶狗因绑架勒索诽谤等罪名被判10年有期徒刑，张小倩敲诈勒索因数额巨大被判4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。怎么说呢，这2人一生全毁了，我就爽了。在大学整天吃喝玩乐，就等着去公司做副总经理了。今生圆满。